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八卦说，王一博被陈凯歌嫌弃，张艺兴跪舔科切拉，宋祖儿马上要复出。王一博被陈凯歌嫌弃，网传陈凯歌将执导电影《舞男》，而这部戏的男主已经定了是王一博。就在大家感叹王一博的电影资源实在是太好的时候，陈凯歌又跑出来辟谣了这个传闻。还有人觉得陈凯歌这么做就是不想和王一博搭上联系，嫌弃王一博。陈凯歌这个年纪都已经是将要退休的状态，他现在很少拍戏，主要是太累了伤身体。如果不是遇到特别喜欢的本子，陈凯歌是不愿意出山的，他把心思都放在了陈飞宇身上，帮陈飞宇引荐了很多人脉，为陈飞宇铺路。他也不存在嫌弃王一博，俩人之间没什么交集，也不是一个资本阵营的。如果以后有合作，陈凯歌也不会避讳，他拍戏可以允许有资本安插演员进来。张艺兴跪舔科切拉，科切拉音乐节邀请了王嘉尔和刘雨昕一块参加，双方粉丝都在营销自家艺人走出去门，宣传华语音乐。而一直把要将华语音乐带向世界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张艺兴，却从来没有登上过科切拉的舞台。为了挽尊，张艺兴这边还买通稿甩锅给工作室，说什么科切拉其实邀请过张艺兴去参加，但是因为工作室的疏忽导致张艺兴去不了。还说什么张艺兴本来要去加拿大场的演唱会，这一切没成都是由于工作室没处理好工作，害得张艺兴的护照没有办下来，这才损失了这么多好资源。这种说法大概也只有粉丝会相信，在路人眼中张艺兴这种挽尊无疑会被嘲笑的更惨。他所说的走向世界，其实并没有做到，就是利用信息差糊弄粉丝罢了。宋祖儿马上要复出，宋祖儿一直没放弃试水复出，她最近老去商场逛奢侈品买装备，就是为了复出后能不掉价扬眉吐气。她还接触了过段时间的红毯活动，不出意外会低调回归。红毯那边的初步邀请名单里就有宋祖儿的名字，只要她这段时间安分不作妖，没准还能在红毯上露个脸。不过他红毯上穿戴的那些服装珠宝可能要自己花钱购买，毕竟没几个大牌愿意赞助他。如果宋祖儿这次能顺利参加红毯，那他就离正式复出不远了，手里那几部待播剧也会相应准备上线播出。为了给自己找到复出的机会，宋祖儿可是付出了不少，不仅要成天参加酒局疏通联系，还要在各个资本大佬之间周旋，把那些大佬哄开心了，这才得到了一个小机会。韩雪玩不起拉黑网友。韩雪一直以来的标签就是爱营销爷爷的女演员一枚，她的路人缘本来就不好，不仅各种炫耀自己的背景，还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她这段时间参加浪姐，还配合节目组在短视频发了不少宣传物料，没想到这些视频都被网友恶搞了。他也是玩不起，只要发现有网友 cos 他的行为玩梗，就直接举报。包括视频评论区的那些留言，只要是嘲讽韩雪的，基本都被他清理了。韩雪也是搞笑，一边说着自己不靠任何人，一边又3句话不离爷爷。她在浪姐的第一天，全部女嘉宾就知道了她的背景和爷爷的种种功绩。她还会旁敲侧击打听其他人的背景，如果是普通艺人，她肯定不愿意搭理他，
一旦对方有点背景和后台，他的态度就不一样。舞囊歌手约炮瓜，才华歌手和经纪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屁友，俩人在某个综艺合作期间特别暧昧，不仅在节目上出演各种深情戏码，这位经纪人还总是以迷妹、粉丝的名义和才华歌手创造独处的机会。才华男歌手纳惠尔在外地录节目也寂寞难耐，看到经纪人主动送上门，也抵挡不住热情的攻势。当时节目组很多工作人员都觉得两人联系不简单，还传过不少他俩的八卦。最锤的是有不少工作人员都看到过经纪人晚上频繁出入才华歌手房间，直到凌晨才出来。俩人第二天早上身上还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草莓印。才华男歌手在化妆的时候更是交代化妆师帮自己多上点遮瑕，把那些痕迹给盖住。不过这种联系也就只持续了几个月而已。才华男歌手在这份工作结束后，就主动和经纪人断了，没怎么联系过。总有人讨厌王一博的几大原因。其一，王一博学历不高，但发展很好。有些人不喜欢励志，以为励志总有孤属性。自甘平庸者，不承认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孤勇。因为推诿借口一旦戳破，就藏不住怯懦和懒。文凭本是敲门砖，却被恶意用作网暴的板砖。其二，王一博起点不高，但路人盘大。有人低估奋斗的价值，有人高估资本的力量。殊不知小红靠捧，大红靠命，是玄学也是科学。吃百家饭长大的娃，不是资本捧的纯血流量。国民少年到国民演员，有顶流命，莫顶流病。其三，王一博流量很高，但实力更强。这世上存在着各种偏见、双标与广场效应。流量原罪，年轻原罪，年轻的顶流罪上加罪。承认别人优秀真的很难，因为不想自惭形秽，宁愿变成年轻时厌恶的人，任子弹正中没心说到底。躲在 ID 后大放厥词的网络娱乐江湖，没有江湖的价值坚守，只有江湖的人心险恶，没有华山论剑的机智，只有百家下场的公节烫这浑水的，没有真路人，只有利益关联方讨厌王一博的实质，不过是赢不了又输不起，妒他强盗不怕埋没，又恨他一股清流别有天。诋毁本是一种仰望，因为没有人会诋毁弱者，你讨厌的本不是他，你讨厌的是自己不如他。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